I'm all kinds of bad when I drop on the beat. Taking down my hair, got your eyes on me. You need it, you want it, but can you handle this? This lollipop is pop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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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This lollipop is. All right, welcome to Everwin. So I'll show you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today. This is a screw and a nail combined together. It's collated in plastic. We have it in wire collated or plastic collated. So what we do here with this is we shoot it in with a nail gun, put it in here, but you can remove it with a screwdriver. So in here is the screw nails. You can see here, it's in there. Then shoot it here. But if you want to remove something, or if you want to make a repair to a board or unpackage a big crate, you can remove it with a screwdriver, and you easily remove it. So it's much faster than drilling in with a screwdriver. You can just shoot it in with a nail gun, and if you want to make repairs, you take it out with a screwdriver. Hi, this is Ray from Chen Yuan Company Limited, and we are a 45 years old Taiwanese company, and we are in the field for more than 45 years, and we are also offering a used machine platform, MacX, the Machine Exchange. It's a platform where we are resourcing all the used machines in Taiwan and resell to the worldwide. And this is our star machine, our HCP14, the first high-speed pointer made in Taiwan. And this machine can go up to 100 pieces per minute. And usually by traditional turning machine, it can only reach about 10 pieces per minute. And this one can go up to 150. So you are upgrading from a bicycle to a Ferrari. Lollipop is poppin', poppin'. 我们的产品系列呢，主要有分成碳钢螺丝的部分，从 Q5、Q7、Q8、Q9 到 Q10，它数字越大呢，它能够攻钻的板厚就越厚。另外呢，我们还有百 metal 系列、双金属系列，它有2种不同的金属焊接在一起而形成的螺丝，那它也有不同的钻尾长度以及不同的钻尾型，以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公司呢是专门做钻尾螺丝为主，钻尾螺丝的客群呢主要是在欧洲这边的客户。我们家的钻尾螺丝有什么特别的呢？这种钻尾螺丝是最一般的钻尾螺丝，它的钻尾的部分呢，大概是长6到8 mm， 那一般钻起来的效果大概是会像这样子。那我们公司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专利呢，就是我们可以让钻尾长度提升到12 mm。我们经过不断的改良之后呢，我们现在推陈出新，有钻到18 mm 的螺丝，只有我们业界唯一可以推出这种可以钻到非常非常厚的板子的钻尾螺丝。我们这个所谓的双金属螺丝，我们俗称百 metal self-joint screws， 它是由2种不一样的金属结合在一起而制成的。我们这个螺丝头是暴露在户外的，它会刮风淋雨，经过太阳曝晒，很快就会生锈。所以我们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螺丝头的部分，必须是用防锈性最好的不锈钢。那为什么我们的钻尾这个部分呢是碳钢呢？因为这是一个关于金属的机械性质的关系，才可以经过热处理去硬化。这样的百 metal 螺丝呢，就可以达到同时可以攻金属，也可以达到防锈的功能。我们是天成包装机械企业有限公司，是台湾在地化的一间设备厂商，是专业的制造厂商。包装设备由我们一条龙来做生产制造。那我们配合一线的KUKA的机械手，串接成整个 whole line 的一个 parking solution system， 呈现给客户端去做了解。那包装上其实现在都配合碳排相关的环境爱护以及能源再生再利用的前提去做探讨。我们呈现的纸质的包装、纸质的胶带来去做呈现。在抓取搬运上，我们呈现是25 kg 一箱的纸箱重量，它配合 robot 有效率的去做抓取、堆站、去做搬运。那同一时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吸盘字距，它在吸附纸质的胶带的时候，它的平稳度没有破损。从包装线从一刚开始的开箱、封箱、捆包、堆站，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成品
我们说的 AGV 车路料仓储天成这一块已经有40年的经验。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套设备，日本的 Banon Universe 的 Moonlift。它的功能主要是在于说，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平衡，只要用手指头去做移动，它就可以去做平衡，节省重力的一个负担。这非常适合在组装件、汽车钣金用件上的一个安装、组装的一个便利性。现在介绍的是我们说的开箱成型机。开箱成型机，我们是采用卧式的一个方式，跟以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立式不太一样。整摞的纸箱，我们只要由上而堆叠，不会造成停机的一个动作，有效的平稳。变更纸箱的前提，我们只要调整4个步骤：纸箱的宽度、长度跟粘合至终点，有效的去提升整个我们调整的一个效率。纸箱成型后粘完底部，我们可以去做针对套袋的一个动作。现在无论是食品厂、螺丝工业或者是生技科，它都需要去做一个套模的一个动作，所以这台机器就可以去兼具相关的一个套模、套袋的一个效能，然后配合尾端的充填、自动线、手工线、放重，然后贴麦来完成后段的一个包装。那我们设备上其实都是用 PLC 控制，所以有效的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储存在我们的资料 data 里面，甚至可以透过 ERP 系统传输到你的电脑监控。例如现在我们常说明的，现在针对碳排或者是我们说电能的统计，天成也领先很多同业去做相关的一个设定。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资讯，今天花了多少用电，它的电能统计把它计算出来，再针对你现今当下所生产的数量去做碳排的计算以及资料 data 的存取，有效的提升你的效能、产量的监控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要去做收取，它会自动收折耳盖的一个部分，达到尾端的一个封箱。那我们前端是采用 OPP 胶带，后端我们现在呈现的是我们说的纸质能源再生再利用的纸质胶带来去做封粘的一个动作。同一时间，我们可以在纸箱外侧去做喷印条码、1维、2维、贴标、麦头等相关的资讯在纸箱外侧。那可以从我们的螺把抓取上可以看到，纸质在吸附上它的粘着度跟耐重度其实有足够的强纹力道。包装完以后，因为针对物件、高物件或者重物件，必须要巩固包装在运输过程中的一个平稳跟安全性，所以我们可以结合捆包的一个动作，用 PP 捆包带或者是我们说的 PET 耐强度的一个捆包带去做整板的捆包。我们还可以去做外侧整板的站板去做标签的一个麦头贴合。在展览场可以看到，我们贴合的平整度、位置都是一致性的。相关的资讯 information 跟1维、2维也是可以很呈现的清晰的呈现给客户端。如果未来客户端有需要做到 ERP 或者是 AGV 的系统入库的资料管理，我们尾端也可以结合 AGV 车。针对第二套设备，我们是代理瑞典进口的 TAWI 品牌，它符合在堆栈的部分快速敏捷去做搬运的一个动作，所以它在搬运上平稳快速，所以在装卸货相对会比较快。在一只手指上的操控上，它可以由一位女性或者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的2度就业，在做搬运上会更加平稳、省力、有效率，快速的去做安装组装。所以25 kg 的袋装、50 kg 的袋装是可以轻易去做搬运的，甚至于说我们说不平整的物件、圆柱状，它都可以去轻而易举的去做搬运。我们一直在顾虑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个不小心的断电或者误触的一个动作，我们特别展示了一个安全系数。当你在吸附的时候，我不小心把电源关闭了，误触了，或者是台电突然断电了，它的安全系数一样是吸附着，它不会因为你的电源关闭造成物件的跌落，防止一些不必要的公安疑虑，有效的确保我们人员的操作稳定性以及安全性。现在我们展示的是 TAWI 的
高放速的一个省力搬运机，它针对于说我们的石块板、大理石、木板、合板、大型铁板来去做搬运。所以原本是必须要2个人的操作，它由1个人能来轻易的去做举起、搬运、翻转、站立、移动的动作，在操作上也变得比较平稳、省时、有效率，又有兼具安全性。自己生产的套袋包装机，那这就是针对5金扩建，我们同一时间兼具了磅重、技术的功能，那同一时间又兼具了自带，然后配合充填来做带包技术的一个包装成品。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上可配合喷印或者贴标，把你的1维、2维码整个打印出来，甚至 logo 图形有效呈现。再由人机触控荧幕上去做相关的一个设定操作，例如磅重，现在我设定在200克。我可以设定在120克、150克的时候去做相关的停滞，去慢补到精准的数量。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用整卷的袋子去设定所需要的长度，进行裁切、喷印、贴标，有效率的完成所有的包装流程。在袋子的呈现上，达到的技术、磅重、自带、喷印、贴标，有效的把图形整个呈现出来。那在成品包装上更加有效率的完成1人工作。现在我们再介绍一台我们的优化机种，机器体型会更加精小，然后有效率的去达到一个包装。这个产能可以达到1分钟20包的一个产能，同时配合技术、磅重以及自带的一个功能。我们也可以在袋子上，我们采用整卷的袋子去做设定裁切，来配合打印、贴标。以及我们说的技术磅重、充填，来达到一个带包的一个动作。那整体裁漆上缩小了许多，电能上也相对的提升整个包装的一个效率。在库存成本上，我们采用整卷的袋子，有效的节省库存成本。以往一个规格可能要定制好几个尺寸数量，以往一个规格可能要定制好几种规格尺寸去做库存。但现在让我们只要库存一个规格，所需要长度，我们可以从我们触控荧幕去做设定、裁切，节省你的库存成本。今天我们在现场带来了3个特殊化的组装机大家请跟我一起来。我今天介绍这一款是罗氏跟华氏的组装机，我们的一些的特点在于是跟一些可以帮客人客制化，跟各位观众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说我们把几个特点都把它写出来譬如说在一些机构上原本是用比较容易损坏的气缸，我们把它改成用凸纹式的磨损的部分，我们都做到 HRC 的热处理到62度所以说我们秉持的重点是在于说，客人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不用一直去更换零件，浪费时间跟成本，用最少人力可以运转整个生产线起来所以说我们也搭配这一波去做一个系统化整合。后面的部分是下螺丝然后下完之后会在这个中心的一个组装点做一个组合的动作，然后成品出口之后直接下到槽，然后下到纸盒里面等它这个数量抵达设定的数量之后，它纸盒就会自动运转移载走。这可以解决说客人他在生产完之后又要再次运载到其他地方做一个包装动作，可以节省2次加工的成本。我们现在设定是每盒是200只的装载数量，所以等它快要200只的时候停起来，机械停止运转，然后再移载纸盒。目前这个组装速度是每分钟600只的组装速度。我现在打开这个机械的安全护罩，安全护罩一打开的话，这个机台就会自动停止运转了。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个机台的每一个送料或是送螺丝跟送滑丝跟组装都有安装检测器，
它很聪明，它如果说在运转中，如果缺乏螺丝或缺乏滑丝的话，它就会自动停止运转，然后在操作面板上会显示一个异常灯。这个机型它是没有人机显示，那我们在其他比较高端的一个机型上面都会安装人机显示，去显示说目前停接状态是怎样。除了说它有这些检测功能以外，它在于说对于未组装到的螺丝跟滑丝，它也可以去做一个筛选的功能。这个槽是属于 NG 槽，它如果发现说检测器发现到未组装的螺丝跟滑丝，它自动可以排除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到成品的出口，它是100%的确定它是有组装到滑丝跟螺丝的，这还是属于长的。这一个机型它最长可以组装到300mm的长螺丝，自动化的组装机里面。可能是只有我们这个机构才有这个组装这么长的螺丝，它也是一样有在每一个送料机构跟组装的部分都有安装 sensor， 对于组装好的未组装的东西的产品，它都可以排出来。那现在来启动机台，这个螺丝在轨道里面发生卡料，所以说机械这时候它就会自动停止运转，然后告知这个操作人员说这个时候的状态怎样，技术人员可以去排除这个状态。看这里，它把未组装的滑丝直接排除在下面来，没有滑丝的情况的话，这个未组装的螺丝它也会排除出来，不用说需要很专业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很轻松可以上手了。好，这是我们设计机台的一个重点。它这一台除了组合机以外，它还有连接的包装系统。所以说当你组装完之后，它可以100%的计数每盒要下纸盒的一个数量，下完之后它会移载，达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这个是我们工厂自己开发的钳子形状的钳子，但是这个包装上我拿另外一支钢丝钳，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钳子外形。今天我来介绍我们的新的主套，这个东西是我们公司的新的开发自己的专利产品。这个我们俗称 Super Lock， 这个增加它的磁性，在吸附螺丝上不会有掉落的问题，尤其是高空的作业，像这样子的话，组装上去它会有磁铁吸附住，导致它这个螺丝在使用上怎么甩都甩不掉。我再帮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司另外一个新的专利产品。螺丝起子它本身的是弱磁性，增加我们的强磁上去的时候，它可以很容易的增强它的吸附磁性的螺丝的那个吸附。再来，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我们的产品的消磁器，在有些工作上面遇到工具不能有磁性的时候，像这样子上面磨几下，就会消除它本身螺丝起子的磁性。当你要恢复磁性的时候，把磁铁吸附在我们螺丝杆上，就有它的磁性出来。新的棘轮扳手，它可以当 T 把使用，像这个东西，一般我们可以把它装壁纸，当做棘轮扳手在使用。它上面有一个低头可以快速的旋转，拨片这边它可以左右切换，像我们不用的时候，它也可以拔起来，装上它的这一支的配件，马上变成我们套筒组的使用的那个 T 把。这支小棘轮扳手也是一样，这支是目前这么小支做到90尺的，做到90尺，它一样有一个拨片在这边正转跟反转，它可以搭配壁纸在壁纸上使用。欢迎来到横刀拉丁，我们是专门做拉丁的。那拉丁有各式的材质，有铝。有铁，有不锈钢，也有 Monel， 然后也有铜的材质。钉呢，依不同的结构设计会有不同的拉剪力。那我们也可以呢帮客户客制化颜色。除了拉钉之外呢，我们也有生产拉钉铆接工具，依不同的材质，然后跟尺寸会有不同大小的铆接工具。这是各式的颜色拉钉，那我们可以做阳极处理，然后也可以依客人呢所要求的颜色提供色板来做烤漆，那也可以依 RAL 或是 Pantone 来帮客人做有颜色的拉钉。我们也有生产铁材质的拉钉，然后还有这个是折叠式 multi grip 拉钉，它的那个铆接的厚度呢会比一般的 standard 拉钉呢要来得广。那如果你买那个 multi grip 的拉钉呢，它可以降低你的库存。那像这一款呢是不锈钢大帽，它很适合呢用在那个 oversize 的孔径。那呢我们也有生产防水拉钉，包含的材质有不锈钢，然后有铝。那像我们这边也有所谓的高张力拉钉，它适合要求强度高的地方可以使用。欢迎来到我们正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摊位这边。这台机器是我们公司的螺丝车。那现在现场这一台是4模4冲的，然后是可以生产 M8
的大小的螺丝。那我们这一台现场这一台的成型机是 JBF 13B，4S 代表是4模。那现在这一台现场这一台的级数可以生产1分钟250只。现在我们在车里面的模子打出来的产品是内6角螺丝。这边就是我们的压造区，那我们这4模，那4模成型就是从这边第1模压造完之后，由我们的母夹再把第1模成型的东西夹到第2模来，第2模来它又会做一样的动作去压造。那这边我们会叫公模，那这边我们叫母模。那我们这台是4模，可是我们有第5个夹子，它的用意呢，它就是为了把完成品夹到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它比较不会去撞击到我们的完成品，然后夹到那边，然后再由这个成品槽下去到输送机。然后我们的车台现在都是用人机去控制所有的一些调整上面的动作。那这边就是我们里面有做这个电能的这个检测，那透过后台的一些软体设备，它直接会转换成一个数据，来让那个我们的客户去做这个碳足迹的一些检测。我们有远端侦测这台车台的一些状况，那它这个设备在这边。这个 PMS 是我们这个物联网，那它是可以跟我们车台连接，那做到一个远端监控的功能，让老板轻松在世界各地知道说他们现场所有机台的运作状况，它可以显示在他的手机上，那它这个画面就是这样子。那我现在要来 demo 这一支呢，是我们的一个 attachment 的产品，它是一个 automatic 的 screw gun， 你只要从头非常轻松的就把它推到底，就可以把螺丝打进木头里。那这一支的设计呢，是来针对干壁钉的。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支是 decking screw， 它呢可以让你不用弯腰就可以直接来完成你的工作。那它通常就是用在比较长的那个 decking 上面。对，所以很省力，不用弯腰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大家好，我是建材机械许明凯。建材机械成立于1973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年的一个历史。现在介绍的部分是我们油压锁固的部分的一个单元，以油压来替代我们手动的一个锁腹，然后再由一个刻度的一个可视化来做一个调整。然后接下来是由轨道跟我们的振动盘同步的一个伺服器的一个升降，由我们之前手动的方式来由我们伺服调整，以刻度化然后视觉化来做一个调整。接下来现在为你介绍的是以双手然后刻度可视化来做一个调整轨道的一个开合度的部分。然后我们在能源相关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由可视化的一个平均的一个电压跟电流，能够计算出每一只螺丝的一个耗电量跟每一只螺丝的一个排碳的一个数据化。这台 CTR6 的一个设备我们聚焦在设备上的一个精密度以及稳定度，所以能够将速度很轻易的调到每分钟450只的一个支数，就是借由我们一个本台的材质的提升，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个间隙的缩短的一个间隙度，然后增加设备的一个稳定度，再来做一个设备上速度的一个调升，能够将设备能够轻易的到每分钟450只的一个支数。好，欢迎大家来到庆达科技的摊位。是我们最新的专利设计品，这样子是我们的 SKD Pro Screw。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只螺丝大概是长这样。那我们的特色是在于我们的牙形的设计。那这只螺丝呢，最厉害是在于说，它可以使用在5种不同 application。除了同一只螺丝可以使用在5种不同的材质上面之外，还可以搭配我们家的 SKD Coating。那我们家 SKD Coating 呢，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种的颜色，对，那可以让客户自己自我选择。那我们的 Coating 还有特色是说，除了从500小时到2500小时的不同的延误测试选择之外，我们甚至像欧美国家的需求有 C4 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符合。好，那接下来要介绍呢，就是我们家的 SKD Coating。那
我们家的 SKD coating 呢，其实就是 ceramic coating 陶瓷，我们可以是从500小时到2500小时不等的盐雾测试，让客户选择。那除了盐雾测试之外，如果客户今天他因为地区市场需求需要有端雨测试的话，一般的国际标准是15个 cycle，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达到20甚至25个 cycle， 依照客户的需求。那像在欧洲区域呢，甚至有 C4 的标准，我们也可以符合。那其实呢，这两个一个是海水，一个是算是酸性的液体，那两个都是。但你可以看到竞争对手的他们的 coating 呢，他们都已经成就生锈的状况。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家的 Extra Screws。那我们 Extra Screw 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说它是有通过欧洲的 TA 的认证，它有非常棒的旋入扭力以及非常高的波奥，它不需要去特别的用力，它可以很轻松的钻入这只螺丝，它并不会因为几次或者是几次的地震而造成它木头龟裂的时候，螺丝整个跟着一起断裂或者甚至弯曲。这是我们的圆形2轴攻牙机，这是我们的操作面板。我们的面板是由 PLC 控制，现在是启动机器。这台攻牙机的特色是物料旋转，但施工不旋转，使用的是3片式夹具夹持物料，适合圆形、梯形、法兰的物件。它的攻牙精度高，速度快。小的螺帽可以做到 M4， 最大可以做到 M27。我们也有代工部门，可以帮客人攻牙，类似这种螺帽，或者是小颗的螺帽。